传统武术太极拳实战规则到底能不能打赢日本空手道？这场比赛，太极拳的代表是太极实战第一人王占军的得意弟子韩飞龙。他只靠太极八卦连环腿，就曾创下过连续30次 KO 对手的恐怖战绩。刚柔并济的太极拳法，总能打得对手苦不堪言。4两拨千斤的擒拿手更是让人防不胜防，经常以小博大。韩飞龙在15岁时便斩获了全国太极拳大赛的冠军，其打法灵动飘逸，虚实结合，观赏性极高的同时有杀伤力十足。而日本空手道的代表朝仓丰树，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他曾连续3年拿下全日本空手道大赛的冠军。而这一场比赛，他将代表日本空手道向中国太极拳发起挑战。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5公斤级超级战，红方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蓝方选手朝仓丰树。对，韩飞龙呢是我国著名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朝仓丰树啊，我们发现朝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哇，转身的红灯，下劈连续的组合拳，哇，好漂亮！朝仓丰树逼到了这个绳脚。这个小日本可谓是相当的嚣张了，打比赛的过程当中竟然还有心思来挑衅韩飞龙。但是在我看来，观众朋友们啊，这不仅是在挑衅韩飞龙，更是在蔑视我们中国武术太极拳。现在第一回合时间已经过半，韩飞龙的表现呢是相当老成，相当的沉稳。而日本选手很明显刚刚是步子迈得太大啊，扯到裆了。日本选手的腿啊，胳膊腿都很短，所以说呢，这个步子稍微大一点啊，就容易扯到裆。看朝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朝仓丰树，我看他手拿的呀很低，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而且今天韩飞龙呢，也是充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所谓子龙单骑退追兵，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拨开正蹬，反击后手之拳，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日本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始终把他贱兮兮的笑容啊挂在脸上。我是想说，现在你笑得有多开心呢，一会儿就让你哭得有多惨。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一开始是跆拳道里的下劈，是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这个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哇，最后1秒，韩飞龙一个压哨的太极八卦连环腿，这是韩飞龙的招牌绝技之一啊！他用这一招呢，曾经连续30次 KO 对手，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就类似于这个我们中国坦克邱建良的神龙摆尾一样。你看，哇，太漂亮了，动作舒展，而且灵动飘逸。看完这场比赛，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对太极拳有质疑的想法，我觉得可以打消了啊！太极拳真正的实战能力绝对是有的。好，接下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的较量，大家不要认错。穿着灵动飘逸的白色长裤，他是太极弟子韩飞龙，而蓝方选手啊，他是日本空手道的冠军朝仓丰树。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对。这是朝仓丰树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的迎击，直接击中，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判的一个因素。今天啊，韩飞龙的擒拿手，观众朋友们用的相当不错，也是很完美的克制了日本的空手道。无论对方怎么出招，无论对方怎么打，都可以轻松的被韩飞龙啊放倒在地。当然，这其中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太极拳的精髓，比如说一柔克刚，4两拨千斤。又是一个接腿摔。好，韩飞龙后扫，这个接腿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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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才是招仓风树的后手直拳，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的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就是韩飞龙的正蹬落空，然后招仓风树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有点迟疑了。看招仓风树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然后今天韩飞龙真是怎么摔怎么有，只要想摔啊，这个小日本就会立马被放倒在地。不知道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韩飞龙的太极拳和对手的空手道到底谁更强呢？反正我目前看来，韩飞龙的太极拳劈挂腿。韩飞龙的这个太极拳啊，的确是招式更多啊，更加的多样化。而这个小日本子呢，他这个有点四不像了啊，不伦不类，漂亮，又一个擒拿手。风树的一个后腿的扫踢之后，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既然接腿摔不得分，为什么韩飞龙要换位思做一下这样？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出腿让你倒地，出腿让你倒地，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个节奏，就会被打破。是，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到底谁强谁弱，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其实韩飞龙让我们最感到意外的一点呢，就是他一个练习太极拳的啊，就浑身啊都是肌肉块。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打破了以往我们对太极拳的一个认知。我们以往觉得太极拳都是一些个老头老太太啊，身子骨很弱，但是韩飞龙打破了这一个固有的概念，这是真正的刚柔并济呀。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千万不要认错，白色长裤韩飞龙，蓝方选手日本的空手道冠军招仓风树，又是擒拿手。招仓风树的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转身后的技能挡住。这个是很痛很痛的。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风树的大腿的。对对对。后脚跟直接抛到这个大腿的话，应该对手的伤害，对对手伤害应该很大。看一下回放。没有。这个对，没有大陆这个镜头里好。切进去。好，表示比赛可以继续，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我觉得韩飞龙的这个拳啊也相当不错啊，打法非常的迅猛，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这个太极拳啊，这个比划来比划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观众朋友们要区分的开啊，像公园里老大爷打的那个太极拳啊，那并不是实战所能用的。表演性质更多啊，起到一个健身强身健体的作用，而真正的太极拳法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韩飞龙所打出来的。好，转身边拳，再跟上顶膝，打法相当的连贯。转身后但是幅度过于大了。双方拳法互攻互换。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这个组合拳飞击。哇，最后一个回合，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中日对决。韩飞龙在这3个回合当中呢，我觉得第3个回合打的是最好的，而且他可能已经是动了点杀心啊，想要 KO 掉对手。最后的20秒钟，双方的结果马上就要分晓。最后10秒。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对战日本空手道的大赛终于结束。双方的比赛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啊，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非常的精彩。
好，最终结果没有悬念，那么恭喜韩飞龙在这一次中日大赛当中获得了胜利，非常精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德国9冠王身披9条金腰带，扬言要亲手打死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金腰带。我现在已经有9条金腰带了，第10条我打算亲手打死一个中国选手来获得，因为中国选手在我的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病秧子。3拳打死一个绝对不是问题。他是来自于德国的拳坛杀手，出场时永远戴着一副面具，并不是伪装神秘，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杀手。平均每3场比赛就要打死2个人。他的比赛从来没有判定，只有 KO。如今已经在国际擂台拿下52连胜以及9条世界金腰带。听说他要打死中国选手来获得第10条金腰带，中国猛将欧阳锋霸气迎战。好，观众朋友注意看，马上要出场的便是我们中国拳坛悍将欧阳锋。我相信经常看金庸小说的观众朋友们啊，对欧阳锋这3个字绝对是不陌生了。但当然，那欧阳锋并不是他的外号，也不是他的化名，而是他的本名。他姓欧阳啊，名锋。好，注意看，头戴斗笠，手拿权杖，正在出场的便是欧阳锋。欧阳锋在国内的话也是非常厉害啊，28战27胜。就在前2个月啊，他在日本的东京啊拿下了一条金腰带。我们注意看后边举的这条腰带，正是他在日本拿下来的，也是继妖刀魏睿以及刘策第3个在日本夺冠的中国选手。好，赛前欧阳锋呢，为了避免和对方啊会发生意外情况，也就是说呢打出命案，所以说早已经签下了免责合同，早已签下了传统的生死状，签字画押，计分高低，也决生死。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欧阳锋，蓝方选手德国悍将帕斯卡。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太兴奋了，千万不要错过！哇，生死对局，高手对战高手。哦，要小心！哦，这是地板有些滑吧？这2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对方呢是偏泰式，和一些个部队的搏击，而欧阳锋呢是纯粹的散打和自由搏击。这场比赛我们从局面上来看呢，对欧阳锋来讲很不公平啊，压力自然是不小了，因为帕斯卡的身高、臂展还有腿长都很恐怖。漂亮，连续击服。欧阳锋是一个拳商极高，而且打法非常绵密的选手啊，他能黏住你，而且进攻的频率很高啊，和日本的这个顶级选手武尊的风格呢稍微啊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欧阳锋的拳法的确是非常绵密。漂亮，哇，抓住对方啊！所有的进攻空档，只要帕斯卡稍微敢一出手，哦呦，稍微一出手，我们的反击立马给上。这场比赛欧阳锋的战术就是打反击。感觉帕斯卡在欧阳锋的面前呢，就像是一个身体不太灵活的老头，每一个部件好像都生锈了。而欧阳锋我们看，哇，非常绵密，就像雨点一般砸在对方的身上。基本上帕斯卡出1拳，欧阳锋能出3到4拳。好，注意看，漂亮前摆哦，最后1秒钟的时候，明显帕斯卡被打晕了一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铃声救了对方1条命啊！再给10秒，不用10秒，就5秒，欧阳锋都有机会啊，可以 KO 对手。
好，第一回合很明显了，欧阳锋在局面和点数分数上那优势满满。我们来观察一下欧阳锋的刚刚的精彩回放。只要对方稍微一出手，欧阳锋抓到对方的这个空档，速度很快。没有错，这里就是最后1秒，明显是一个后直给对方打晃了。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不要错过。欧阳锋1997年出生，27岁很年轻。我觉得再打个5、6年的确是没问题。这个帕斯卡以前并不是一个拳击手以前是一个职业杀手没有错，你可以雇佣他，然后去刺杀别人。当年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据说是从未失手，但是他听说呢，打拳击赛可以挣得更多他便来打拳了。而且帕斯卡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手次数呢并不多但每一下都是打对方的命门或者要害。由于欧阳锋现在的反击呢打得太准了，帕斯卡是不敢轻易出手。哎呦，只要敢出手，他的这个空档立马露出来。好，一次读秒，对方帕斯卡并不认可这个判定，但是很明显他被打倒了。双方第2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漂亮，轻松摇闪，欧阳锋身材太灵活了，有机会，有机会。哎，怎么不打了呢？哎呦，欧阳锋能感觉到他这样多打一会儿并不想那么轻易的结束比赛。看来今天他是有一些想要调理这个帕斯卡的意思。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日本，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在国内打，因为像这种生死对抗赛我们国内是不太提倡的好漂亮，前手，后直前摆，后摆，帕斯卡又有些晃，哎呦，总是在这个时候，马上有结束的时候，欧阳锋能抓住一个机会。好，比赛第2回合结束，我觉得今天KO 的概率，观众朋友是很大的，主要欧阳锋想不想去 KO 他了。好，那么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最后1个回合的精彩表现，看一下欧阳锋能不能 KO 这个德国9冠王。忘记提这个事儿了，观众朋友们，对方是9冠王，赛前身披9条世界级金腰带非常的唬人，非常的吓人。左胳膊挂4个，右胳膊挂4个，腰上挂1个，一共9个。这一次他打算要战胜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然后戴到脑袋上，好漂亮！欧阳锋这种绵密的进攻呢，的确让对手感到非常的窒息。压的帕斯卡现在是喘不过气来。如果说帕斯卡是一个职业杀手习惯一击毙命，而欧阳锋更像是一个行刑者，叫人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很难受。
漂亮！再来。注意时间，最后一个回合还有1分半的时间了。我还是希望欧阳锋呢能够 KO 对手。好，这下是推倒，并不是击倒。总感觉欧阳锋现在是故意啊，在拖延时间啊，故意呢在不去 KO 对手啊，他在折磨对手。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因为有很多机会，欧阳锋并不是没有把握住，而他不想打。这比杀了对手还要难受啊！好，最后30秒钟。哇，对方已经不行了！哎呦，这怎么自己把自己给摔倒了？如果加赛一局的话，我都生怕对手啊真被打死。好，比赛终于结束。那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毫无争议啊，一点争议都没有。因为欧阳锋的优势和局面优势啊太大了，分数上更是不用多说了，一拳又一拳像雨点一样打在对方的身上。好，恭喜欧阳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终结了对方的52连胜，同时也让对方的什么10条金腰带泡汤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人们话不能说太满啊，赛前牛皮啊不能吹得太响。那么恭喜欧阳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of the year.很擅长打这个组合连击啊，他更比较擅长打这种高质量的单击。
6-round stoppage in August. 对方的这个战术啊，很明显，那么贴过来和张志磊打内围上的一些个碰撞，那很显然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怂的打法。而赛前这个家伙表示说啊，这个捏死张志磊就跟捏死一个柿子一样简单啊。好，你看又来了。张志磊的这个步伐还是非常的细腻啊。实际上现在的重磅级别选手呢，不像当年了啊，很多是非常笨的。现在的重磅级别选手啊，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步伐，可能是没有当年打的那么凶狠，但是技术层面上来讲呢，是有所提升了。裁判给到了对方一次警告，那让对方呢是不要过多的进行这个搂抱啊，又来了，又想搂，这个家伙是怎么拿到6连胜的啊？我们现在有点怀疑对方是不是花钱打假赛了，好漂亮！张志磊连续的左手平勾啊，这个拳还是很重的啊。张志磊是个左撇子啊，所以说我们仔细观察他的左手拳更重。好，最后30秒钟的时间，难得能看到张志磊打得这么灵活啊。我们看他的出拳频率以及他的摇闪的频率都很高。因为这场比赛张志磊不需要担心体能上的问题，因为他不再是什么8回合或者说12回合，而是一场4回合的对局。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1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我们的磊哥呢，可谓是火力全开。那以往看张志磊的比赛呢，是循序渐进的，慢慢去打，而今天的话，这有所不同了啊。能看得出来，张志磊的确被激怒了，因为被对方的这个黑人选手当成了2流选手啊，还被当成了软柿子，那张志磊的确很生气了。但是到头来，我们看第1回合对方是丝毫没有讨到甜头，而且被打得也是很惨。那么之前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张志磊是不是天生就是个秃子？好，观众朋友们，那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啊！可以看到张志磊的这个毛发还是非常浓密的啊，只不过后期呢为了打拳方便，也是为了更好的散热啊，所以说把这个头发都给剃掉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精彩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那对方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会采取啊这个贴身哦，这个家伙甚至想抓我们啊，要小心，这是一场拳击赛啊，并不是综合格斗比赛，这里是没有摔跤的。好漂亮，前手的点刺，连续直拳哦，打得很准，连续的锤击。那么刚刚长达5秒钟的一个进攻啊，对方是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击。那么这个双方在战力水平上的差距啊，还是很明显。好，又来了。好漂亮，张志磊的前后手组合，这个拳打起来很快啊，而且我们仔细听能听到现场啊，张志磊这个拳击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清脆。那么目前来看，对方可以说完全不是张志磊对手啊。我觉得本场比赛哦漂亮，又是连续的组合连击，很难招架得住啊。好，比赛的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对方依旧是没有拿出一个比较有效的战术。张志磊的话是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的前后手点刺对方啊，漂亮！再来，哇哦，就光是这个点刺啊，对方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虽然说这里的拳呢的确是非常的重，但是对方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也的确是非常强。我看已经吃了很多拳了，但是打不倒，而且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这个读秒啊，或者说击倒。还有最后30秒钟的一个时间。现场的裁判多次的阻拦，也没有给到对方太多的一个好的休息的机会。哇哦，这个声音啊，听起来非常的悦耳啊，很清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说第1回合对方挺惨，那么第2回合就是相当之惨了啊！被张志磊的这全方位，3分钟的吊打，对方的出拳次数跟反击次数呢，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那并不是他不想，而是说面对张志磊这个强大的压迫力以及超强的臂展，他是没有反击的空间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ability to accelerate a little bit, and most of all, we've talked about this at length. He's very relaxed there, and that'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for most big men to be. 对方还是在不断的偷拳啊，那么来到近身之后呢，不断的用击斧和一些个小手段啊、小伎俩来蹭点数分数。那么这个的确啊，是张志磊是不屑于去这么打的。包括我们看，在双方在打到内围之后呢，张志磊几乎是不打对手啊，尽可能先推开对方。但别说啊，对方的这个背影看起来真是有一点泰森的这个意思啊，有点这个身影。但是作为泰森的门徒啊，对方是的确啊学到的东西啊并不是很多。这一回合张志磊的话，进攻节奏上是放慢了一些，尽可能是抓一些个好的时机。因为在前2回合呢，的确是打的相对来说啊，太凶了。而且我们看张志磊这个时候的大喘气的状态已经出现了啊。I'd like to see some body work from either of these guys, but particularly the heavyweight project, as well as uppercuts. Like when Good is inside like that, I mean, you're kind of trying to throw a half-hearted crossed up the head. All we've seen from the Chinese heavyweight is that strong left. Well, Doug, that's one of the issues about being a two-time. 好，最后1分钟的时间。双方这一回合呢打的还是不温不火啊，并没有像前2回合那么凶。实际上重磅级别选手的对局呢，这个出拳次数啊都不是特别多，只是本场比赛张志磊在第2回合啊，尤其是第2回合这个进攻上啊，出拳次数太多了。那么现在的这个状态才是正常的这个重磅级拳坛的较量。那么，即便本场比赛裁判对对方的这个黑人选手进行了多次警告，但是对方仍然是不为所动啊！你看，抓住每一次能够搂抱张志磊的机会。本场比赛双方也是缠缠绵绵啊，打的是你侬我侬。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3回合的苦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在第3回合，张志磊呢是放慢了节奏，那感觉应该是要为第4回合做一个铺垫了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大概率在第4回合，张志磊有可能要 KO 对手了。那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1回合了，千万不要错过。哦呦，什么情况？张志磊
那么比赛开始第4回合，张志磊竟然被对手打倒了一次，要小心。这是重磅级别的较量，所以说双方呢都是有重拳。让张志磊看起来的话问题不大，要稳住。本场比赛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而对方的黑人选手通过击倒张志磊之后呢，对方发现了有机会有希望。所以说我们看现在这个家伙也开始了主动的进攻。那这个阶段的话，双方的体能呢都是下滑的很明显了。而且通过一次击倒，张志磊这边也是有所防备所以说对方想再次击倒张志磊几乎是不可能了。而且张志磊也很聪明，也是主动像对方一样加强了这个搂抱。前3回合的话，张志磊呢都是分数上遥遥领先，所以这一回合呢随便打，即便是打得不好也无所谓好，最后30秒钟的时间，双方对方已经是累得不行了。那么双方在最后一回合，你看这个搂抱的时间非常之多，好漂亮！张志磊左手的重击，好漂亮！再一次。实际上这一回合双方如果说没有那一次击倒的话，张志磊的分数还是要更高因为对方虽然说出拳了，但是打得非常的烂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终于结束真的是有惊无险。虽然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小意外张志磊在第4回合呢开局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在本场比赛的前3回合呢，张志磊的优势那是相当的明显了。好，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锋选手张志磊获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给力。好，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